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叔中文。好，很为什么花我这样俏的开场？对，花俏的开场。因为来了一个这个元气满满的这个对嘉宾小鲜，肉，对，顿时让我那们都振奋我们三个是老鲜肉了啦。当然老我们要腊肉找一些老腊肉，对，都很久了，过年才可以吃的。我跟边老师好像是同年的，不是吗？真的吗？是吗？我啊，看了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们都是88年的吗？哦，我是边89。啊，那哦还那也差不多那变叔真的也差不多是小鲜肉哎。哎，但是我也都以为你85年的，你怎么回事？变叔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几乎同年了，我觉得为什么我以为我比丹友大大好多岁，大概大哦10岁的感觉了20岁吧？对，突然觉得得自己年轻了。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你还是大叔，对，你还现在是大叔分成2部分哈，我跟丹友刚好。算2个大叔。好，那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老朋友了，Daniel 啊。嗯，那这个我们这个请 Daniel 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想有些观众都认识你了，不过再请你简短自我介绍一下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，我来自加拿大。我怎么说，就是我是当一个医生，然后对，大概2019年就来台湾学中文，就一直学到现在，断断续续的学中文，然后现在就做了一些自媒体，就是有一点算是教中文吧，但不是，嗯就是教不是传统的，对，不是传统的，对，可能嗯是就是教他们怎么学中文，所以现在比嗯较比较多时间在多的时间。这方面。哦， OK，好，Daniel 基本上我在我的频道访问他蛮多次了哦。那Daniel 是加拿大人，Daniel 你本来是家庭医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还是对。现在还是好，嗯然后后来 Daniel 本来想要去香港，对不对？后来对，哇，你还记得？对我偷偷的，不是偷偷，我一直都记得。对，有一个小本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记在我的对于嗯小鲜肉，我都会有一个资料嗯库在我的头脑里。好，那来后来敲一下资料库打开。就出来了，因缘际会的到了台湾之后就嗯学习中文，然后而且学得很好。Daniel 的中文说实话非常非常好。那在台湾也认识很多朋友，也认识了 Tom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对 Daniel 跟 Tom 一起合开了中文好难的这个播客，那对很多中文老师非常喜欢听他们的播客，非常有意思。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学习中文这个事情，对。那后来 Daniel 在台湾住了几年之后，就回去加拿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住了大概3年。对，然后回加拿大，然后去了墨西哥，去了美国旅游一阵子，然后最近又回来台湾，然后现在在泰国。哦，你你有回来在泰台湾过？泰国是旅游去了吗？你是对对，泰国算是旅游吧。对，对，那这哦个 Daniel，我要你帮我复习一下这个过程，因为我的印象嗯只有留在你准备离开台湾回加拿之大了。前哈？对，那这个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你的近况？回去之后，嗯，又为什么到了墨西哥？又为什么？你后来有再回来台湾吗？他不是有现在已经有回来了吗？有不是对，然后然后又去那了泰国去泰国，对但又一直在路对上。对，就是对，一直在路上。你最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漂泊的生活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对，其实我一直都有，我跟 Tom 的联个性系比较类，个性比对，较像啊，比较像吧，就是比较嗯喜欢漂泊，比较喜欢流浪。嗯但是我以前是旅游比较多，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这种旅居的生活方式，旅就是居啊，对，就是到不同的国家，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。嗯，所以对那时候回加拿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3年没有回加拿大，没有看家人，所以家人，对想要看他们一下。是不是也因为然后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所以你就回去了？对疫情没有那么严重，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
台湾那时候就停止没有颜值舞的签证。续签证，没有续对对，签证续签证，时间也对到了。对对对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就一直每个月都演。理解。因为丹佑刚才你说你现在还是这个家庭医生，所以你现在就是无论你到哪里旅居，你都可以在线上工作，做远程工作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比较幸运，就可以这样。所以等有家庭医师还是现在你主要的工作吗？对，还是我主要的工作，主要就是拿到收入的工作。对。家庭医师还可以在网上工作的。那现在你在泰国的话，你还要就是工作的时间还是要根据加拿大当地的时间来安排工作吗？对，所以我特别就是一般都是早上比较早工作，或者晚上，所以我都比较早起来，大概6点。6点就要起来，然后你的客户还是以加拿大人为主，是吗？对对，都是加拿大人。好，那我蛮好奇的点就是你后来回去了加拿大之后，后续的生活是怎么样？因为你后来好像又跑去了墨西哥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又恢复到旅居的生活？住在加拿大不好吗？我觉得住在加拿大可能对我来说比较枯燥无聊。对，枯燥无聊。其实我一直都住在加拿大，所以我就想要体验不同的生活。然后，对，我本来喜欢旅游学语言，所以就想可以多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不同的文化。那是什么原因让你突然的就选择了去墨西哥呢？墨西哥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回加拿大的时间比较，是冬天的，所以比较冷，所以我想要逃离这个天气，对对，所以就去墨西哥，然后就比较近，就是离加拿大比较近，然后我那时候另外一个原因是可以学一些西班牙语，西班牙语，对，所以就选择去墨西哥。对，有时候可能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。茶叔有时候我就看有便宜的机票，那我就去这个地方好了。所以Daniel，你那个时候就是突然早上起床，墨西哥，然后就走了，是这样吗？没有，我怎么感觉丹尼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呀？我感觉他会计划一下。家庭医师应该是要计划个1个星期才出发吧？你像Ben叔这种比较浪漫的人，就是墨西哥，嘣就去了。其实我没有想太多，只是其实我一直都想要，因为我之前去过墨西哥1次，然后我觉得我的经验很好，但是我没有留很久，所以我想要体验多一点。对，所以其实我有2个选择，其中是墨西哥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西班牙，然后就我不知道。那你来了必须告诉我啊！对，后来你选择了墨西哥呀？墨西哥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这儿，因为我想距离啦，可能比较近。对，距离比较近。对，而且我想可能消费比较低，我不知道西班牙的消费跟北欧比也算比较低，但应该墨西哥应该比墨西哥应该更便宜一点吧？我觉得对。Daniel去墨西哥本来就是以旅居的目的去吗？还是到那边了才决定的？以旅居的本来就是前提这个目的去。去。那你那个时候打算在墨西哥想要待多久？因为签证的问题，就只能待3个月。3个月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丹佑就是马上计划了下一个地方了，对吧？除了加拿大以外的。可以其实我没有计划的很好，我其实都留到最后一刻，最后一刻才。那你肯定要去一个地方啊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去了美国就是美国就是怎么说加拿大一家亲，就比较容易吧？我觉得加拿大人去美国，所以 Daniel 你去完墨西哥就去美国，
是吧？对，美国去旅游一下，就是去露营、去爬山之类的。啊，对。你有其实我有个对问题想我问一下 Daniel，我很好奇，因为你现在从这个墨西哥到美国、台湾、泰国，这个有没有一个终点？多久你愿意停下来，在一个地方就生活，还是说我走着看的？嗯，其实是走着看的，就是没有什么终点，就是我可能不会计划太多，就是嗯随缘走一步算一步，随顺其缘。自然。对，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不会想要太太久就是待在加拿大太同一个久。地方。对，你不想所以我可能太安定的生活，不想要太安定的生活。现在嗯不想要，对，现在不暂时想不想要。那对 Daniel 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泰国呢？是本来的计划吗？还是突然决没有，定？都是都都是是签突然决定证的问题。就拿个都是世界地签证的图放那块扔一下，哎呀，飞镖扔中了，然后泰国。住到签证到期了，你就往下个目标前进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签证有时候会很麻烦，是很麻烦的，但是有时候会让我给你一个期感觉限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我一个期限，然后会让我就是真的珍惜一个地方，就是不要那么，因为我住太久的话，可能会喜就是欢上不太珍惜，或者对就适应了，就变成了习惯了，就觉得习以为习常了。惯了，习以为常，对对对，对按部就班。我的感觉是 Daniel 是很稳重，但是对对个性上却又希望有很多改变，所以我觉得 Daniel 是个对我来讲啊，好像有一点矛盾，对，但是矛盾中又有一点和谐的感觉，所以他是对对 Daniel 是个很复杂的人，感觉你可以很稳定的在一个地方生活，然后马上设计出自己的生活模式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你也说过你在墨西哥就马上认识很多人，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运动，一起生活聊天，所以你很容易适应一个环境，但是你又很快的想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体验，所以这种个性的人好像是比较冲突，但是某种程度又很容易适应环境的人。对，其实就对是 Daniel 给我的感觉和之前 Tom 让我带了点想法，就他们两个都是在一起做这个大叔，不是中文好难，中文好难，他们还没有大叔。对，对就是他们两个当时认识的时候就是一拍即合嘛，我觉得好像是，对对对就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他们都不寻求一种比较安稳的生活，对但他们好像更是寻求一种不安稳的生活，他的人生好像就是更重在体验。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今年在这个地方干，然后下半年到另外地方干，他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目标，我就好像永远在路上。但 Daniel 给我的印象就是他 IG 上成天会发一些贴文，其实我很喜欢他写那些东西，就是关于语言学习的，就说明他的其实他是有目标在做这些事情。我虽然感觉我是在一个流浪的状态，漂泊的状态，但我同时其实内心是有一些想法，有一定的这个线在往前走。不是说我就是这样像风这样只是飘着而已，所以我觉得 Daniel 对你的有一个什么长期的目标吗？中文教学方面，我很好奇。对，其实中文教学的方面，我一直都想要有几个目的吧，就是一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学中文这个领域，然后想要我刚开始的初衷是想要透过自媒体可以提高我的中文，可以认识不同的老师，像你们就可以练习我的中文。我的初衷是这样，然后后来就发现我可以透过自媒体，表达自己，就是发挥我的创意性吧，就是我的 creativity。对对，有很多创意。我看你解释成语的时候，你用那个图片把成语解释的真的很好，很有创意。对，因为我一直在就是念医学，都觉得缺乏这一点，就是没有这个创意的这个发泄的媒介，这个所以想要发挥这个，然后最后可能是想要看可不可以就是把它当成一种额外的收入吧，就是当成就是，但是我不知道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还在努力，努力中所以对，对
很好，哦，就是首先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学习的动力，让你可以一直嗯对中文感兴趣，然后在你做的过程中就觉得看有没有盈利的可能，对吧？对，对，盈利，对对嗯对，因为我嗯我认为或者我想大家都嗯可能会想要，就是嗯把他们想嗯要做的事情，或者他们喜欢做的嗯事情，当做对他们对的嗯，自己，收入对，的没错，来源。没错。所以对对对，嗯作为自己的事业，而且因为这个是最，嗯这是这是你喜对欢的嘛，嗯而且这是嗯最幸福的事情啊，就是你对，嗯，最喜对，最幸福的，欢的对工作可以让你赚到钱，嗯然后对，跟兴趣结嗯合，这个是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嗯然后对对，我最近看到嗯 Daniel 在 Instagram 上面采访嗯了很多这个学习中文的伙伴哈，那嗯，包括了这个何威何哦，威呀，还有那个对，嗯乐嘉老师啊，乐嘉老师，嗯对。嗯那我想，因为 Daniel 在这个分享他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一些转变，一开嗯始是分享一些自己学习中文的心得跟方式，通过 po 文的方式，对不对啊？是的，是的， Daniel 有很多 IG 的文章，分嗯享他怎么从生活中学习，他自己是怎么教成语的过程。但是我觉得过了一阵子之后，好像你走了变成采访的路线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或方向呢？其实我可能就是一直都在演变吧，演化吧，对，就是嗯我嗯都有一点怎么说，就是不想要停留在原来的，某一个对某一个定义或者某一个固定的模地方，式，就是对嗯对固定的对，模式，对对，想要一嗯直在演变，所以寻求所以变化，我走。对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做采访都是嗯想要挑战自嗯己，因为我之前是嗯跟 Tom 一起做，嗯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很舒服，很舒适，我没嗯有感觉没有很大的挑战，所嗯以现在对，他没办法跟我一起，所以我自己嗯做采访，嗯自己用中文做采访，我觉嗯得比较有挑战性，所以就嗯可以，就是一来可以让嗯我提高我的中文，二来可以认识新的对朋友，就是让我嗯就是给我动力的其他的学生们，所以对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体验嗯。吧。采访给你的这个中文上水平的增加，跟之前这样单纯 po 文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？你对你这样形式的改变，对，我觉得需要更多需要运用嗯或者练习口语的，嗯就是嗯就是中文，因为我写文章对，都是用英文的，所以 英文，对，不用嗯不嗯用那么练习中文，所以有时候嗯会懒得练习，所哦，所以就嗯是做采访，比如说我嗯做你们大叔中文采访都嗯需要有点准备一下，就是嗯练习一嗯下，听一些播嗯客，因为我最真的吗？近都没有，嗯你最最近没有近都没有说中文在练习，啊？嗯哦，对对，很久没有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过因为 Daniel 是医生，嗯我觉得医生的个性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不会，你像我们三位大叔啊，随嗯便啦，访问啦，访问就直接上场了。但是你像嗯何威或像 Daniel，他们都是医生嗯嘛，我觉得哦，医对他俩生的个性，都是，对，个性就是这样，一定嗯会事前准备一下。所以 Daniel 你对，也是这样个性的人嘛？就没有，因是比如说，为你们比较专业的，都做了很久，就不用准备。那 Daniel，我觉得你告诉我们一下，就是你现在在 IG 上主要是采访嘉宾嘛，采访学习中文的人。那你后嗯续会有什么想法吗？比如说不同的目标、不同的形式。对啊，我感你觉中说文就像你的一个梦想，你想实现的这么一个对，事情，或许所以 Daniel 对中文的热情，有一天可以成为你嗯赚钱的方式嘛，赚钱的工具也蛮好嗯的。所以嗯你后续会怎么去安排呢？比如说，是好的如果大叔问题。对，比如嗯说大叔中文以后要请你来帮我们的那个会员上课啊之类的，对你自己安排的目嗯标跟这个行程是怎么样？嗯对，其实我没有一个很具体的，固定的目标，这是具体的目嗯标，对，因为我一直都就是抱着一个尝试性的态度，所以我嗯最近嗯出了一个新的就是 speaking course，就嗯是一个口语的这个等一下网课。等一下你要介绍一下啊，好，来嗯你对，先嗯可以介绍一下。当然，可以我接下来我嗯就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都在
有点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就是在看我什么让我比较就是开心，什有么让我比较兴趣的事兴奋，情有兴啊，趣就往那边做。所以这个 speaking course 的观众是谁？然后你的目标的这个客户是谁？然然后后你的应该说受形式众嘛具体他是什么？们来了，嗯对，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对练习？然后对，受众是付费是怎么付之类的。打对听商业受众是机密吗？我们在对。哎，所以嗯 Daniel 你已经创立了 Speaking 对， Course，其实对前几天就上线了。上上市线了吗？上线，对啊，好，那你介绍一对。下，我们很好奇。对，所以受众是中文学习者，尤其是学中文的人，但是他们可能口语比较缺乏，或者 OK 口语表达比较困难，然后但是他们学了很久，或者他们可能比如说 HSK 4或者HSK 6，但是他们嗯一直觉得他们讲的不好，或者没有自信的，就是可能跟母语者、跟当地人讲的没有自信。然后其实我遇到很多这种学生，他们都一直就是密我或者私讯我，然后我就一直就跟他们解释怎么做怎么办，就是怎么练习。然后就透过这些经验就觉得，哎，可以做一个网课，可以跟他们就是可以 reach 到多，对，分享到更多人，对，所以给更多人分享就你的经验，因为Daniel有第一手的经验，他是从中文才一开始慢慢学起来的，不像我们是对母语者嘛，他有自己的学习者的角度，会比较而且好。会有很多中文学习者希望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来了解他怎么克服自己的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我一直都说我不是替代，就是母语者我知道。的老师，因为我教的方式我不会教，就是我不擅长教就是一般的传统的中文，所以我还是会就是跟他们说，哎，你跟这些母语者学中文，比如说大树中文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方法间接吧，就是一些方法让你更好的学习。对，对，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奇了啊，这个 Daniel 已经设计了这个 Speaking Course，而且你说前几天已经上线了嘛，所以具体来说，如果学生想要加入这个 Speaking Course，你的课程大概会包含哪些东西呢？所以我会就是比较大的具体比较大的主题是，我会教他们怎么找就是比较适合他们的内容，然后收集这些内容，然后怎么把这些内容比较好的学习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用一些不适合他们的内容，比如说课本呀什么的，对，课本对，或者比较初级的内容，但是我会可能鼓励他们或者促使他们用一些比较高级的内容，因为其实我学中文，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快是用一些真实的语料，就是比如说你们的播客大树中文的，所以我会就是鼓励他们找这些语料，然后怎么运用这些语料来学习中文。就在哪里对，然后找到这些语料资源，然后和使用的方法，对，对因为使用的方法，然后嗯，怎么把这些语料可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。对，因为我觉得 Daniel 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学生，们是 HSK 4到6级，但是他们的口语可能跟 HSK 1到2级差不多，因为他们一直不晓得怎么练习口语。那甚至是我们母语者告诉他们一些方法，他们还是觉得，因为你是母语者，你觉得很简单，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困难，所以可能需要通过 Daniel，他本身就是个中文学习者，只不过他知道一些方法，而且他知道利用一些生活化的语境材料来帮助他们，我觉得可能会比我们母语者更适合。所以这个部分我倒觉得，如果
观众是真的，你觉得你的水平应该蛮高的，但口语却跟初级者差不多，你可以问问看 Daniel 或参加这个 Speaking Course 的课程。所以 Daniel，你说的这个课程，如果学生有兴趣，应该要怎么跟你联系呢？还是要怎么更了可解你的课程？以去我的 IG，我的啊哈 IG 有嗯可以密我，或者可以去我嗯 IG，这个链接可以点进嗯，去，在那个然后 bio 的就会地方应该有，对，对我的 bio 的链接啊哈，就可以看得到，就 Speaking 嗯 Course，对，就可以看到。就可以看如到。果有问题，嗯可以随时都可以嗯问我，可以密我，可嗯以私讯我。那嗯除了主题性的提供之外，你的 Speaking Course 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吗？可是我会给他们看我怎么说，你自behind 己 the 怎么？scene，就是我哦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behind the scene，就是嗯，我自己用的嗯一些软件，我用的一些系哦，统，让我怎么学嗯习中文。然后比如说我很主张就是自己录自嗯己，然后啊，说话或者嗯自言自语。然后我会嗯教他们怎么开始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嗯这样的话会给你一些压力，然后会嗯有一点就是模仿对，的，嗯，就是真实的生活，就是你要对对，跟不是只是当地人，在荧屏上面的，要看那个荧屏背后的故所以事。Danny 这个对对对状态有点像 coach，他不是说给你一些语料，我们比如说讲一些嗯，词汇啊等等，而是在对，教你的方法，一步一步怎对，么达成这个嗯状态。具体对对对，对，因为很多学生他们不知道怎嗯么用什么方法，他们都嗯嗯有一点嗯就是怎么说，就是迷路吧，或者啊，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需要人具体的指明这方法。个道路，让他怎么走，嗯，怎么做。对对，对，嗯，对，对。嗯对，所以我就可以给他们一些嗯一因为些这个推荐。Daniel 对，之前看过 Daniel 学中文的方法，真的嗯很特别。如果你们嗯各位同学嗯有兴趣，可以去 Daniel 的 YouTube 频道，他会嗯，分享说他以前学中文，每天对不对？你每天都会拿着手机自己拍，然对后拍的视对频，而且是每天，所以其实学习嗯语言就是持续。但是 Daniel 不只是持对续，他有他自己的方法，他嗯每天就拍。然后比如说他去嗯小吃店的时候，看那个菜单，菜单上的一些这个中文，他会把它拍嗯下来，然后去看看这个真正母语者在生活中嗯用的中文是怎么样。哦，因为很多嗯学习者他就是看课本怎么写他就学，嗯但其实很多不对是不是母语者实际生活会用的。所以 Daniel 对在油管有这样分享，我觉得其实对嗯很多学习者是很好的方式。对，对，嗯其实我最近有听了你们最近有出了一个一集，就是灿叔有提到他看了一本书《Make It Stick》，right？啊，make it 啊 stick，啊，对对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对，嗯你也你们有讨论，看就是吗？嗯我其实没有看，但是我听过很多次，就是啊，听过嗯别人给我聊到这推荐本书，很多次，对对，对对对，这聊到本书很有意思。嗯对，就是我觉得类似的概念，就是就嗯是很多学生可嗯能输入很多，他们可能听嗯力比较好，但嗯，是对，到嗯说出来就输出比的时候，对较困难，嗯对，对对，输出就比嗯较困难，就是真的要嗯练习。真所的是这样。以我觉得 Daniel 可能在这个 speaking course 里面有分享很多他自己怎么输出中文的方式，因为输入中文，我想在市面上有太多太多的人在介绍，中文老师也好，教材也好，但是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训练，其实蛮少有教材涉及到的，所以Daniel这个 speaking course 应该针对输出会比较有他自己的经验去分享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蛮好的。那这对，个我们这边当然帮 Daniel 打一下嗯广告啦。如果各位同学觉得自己的中文口语实在是不太好的话，那你又觉得母语者总是告诉你就多练习呀、持续呀，然后你听了觉得我知道 I know，但是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。对或许通过 Daniel，嗯他自己身为这个中文的学习者，可能会给你更多具体的方法。像我自己看 Daniel 的油管视频，我就觉得他自己有很多具体的方法来学习中文，而且特别针对输出这一块。我们现在当然学中文一直强调要输入，其实现在输出应该输入跟输出要平衡来看，都要有，对，不要只是的，是的，有输入，不然你到时候是说不对出来的，根本就说不出来。对，
尤其是你到了比较进阶的阶段，我对，觉得输中高出真的级的时候一比较重定要说，对对，所以 Daniel，你这个 speaking course 已经上线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上然后线，但还没，对，就是教我没有材做很多，还在好像没有宣传吧，因为我们3个都是对啊，我今天们都不知才知道呀。道，对呀，对，你要我没有，默默所以的上线了。我比较懒的宣传，所以你不大叔宣传没人中文是知道呀。大叔中文是第一个让 Daniel 嗯打广告嗯的频道嗯啊。那嗯各位同学对有兴趣可以跟 Daniel 多嗯了解一下他的 speaking 嗯 course。Daniel，你是嗯这个 speaking course 唯一的老板吗？对，你就是唯一的老唯板。好，对嗯唯，好，嗯那我个人觉得啦，Daniel，各位同学也看 Daniel 中文说的这么好，所以他一定有一些很具体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输出，怎么让说的中文更生活化，是母语者会用的啊。那所以 Daniel 这个 speaking course，大家有兴趣就是去 IG 上跟你联系嘛。那我很好奇，就是如果茶叔今天到了 IG，Daniel 的 speaking course 我要加入。那这个加入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利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内容？比如说我要具体的我要具体的东西，你可以给我什么样的东西？对，就是具体的话就是会得到我拍的很多视频，就是吓我一跳，就是你就是拍的很多私密什么样的照是视频？就是吓我一跳。就是这样， Only fans 那种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还没他演化到就是拍你自己 OnlyFans 学习中文的视频，对嗯不对？对对，自己学有露习的视频，然脸吧？后因为很多学生对觉得丹佑好帅，我要对看这个视频。对，会露脸，然后会看到我，对，就是也有看到我之前拍的视频，就是他们可以看到我之前比较旧的视频，就是可以看到我就是一路到现在进步的怎么的，进步，对，就哎，这种因为有方法论真的时候看。很重要的，也很重要。很重要，我觉得非常对，因为重要。我刚开始学，其实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学习者，然后我透过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动力，很多启发。因为我看到他们可以学到中文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其他的学习者是可以促使你，可以给你动力。对，我觉得我丹佑的课程的优势就是，首先他自己一直在尝试新的方法，就是其实跟他那个旅游找体验的那个经历是一样的，他不是不喜欢就是一直试一个方法，他会探索新的方法。那另一方面，他就是看了大量的视频，看了大量的其他学习者的这个介绍他们的经验，然后我觉得丹佑是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，所以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我是荧幕前的学习者的话，我今天进入了一个 speaking course，我会希望就是你告诉我这个阶段应该看哪些播客，我这个阶段应该去参考哪一些材料，然后这个老师自己可以给我怎么样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，比如说老师一开始讲的不太好，慢慢的越讲越好，你中间是经过了怎么样的训练，那个过程是什么？所以 Daniel 可以充分具体的分享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，那这个是我们母语者老师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没法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Daniel 通过自己学习者的身份，可以给其他同学一个很具体的方式，还有整个历程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比如说很多学生就我这个阶段应该看什么播客，那或许我们母语者没有办法给到很好的建议，但是 Daniel 可以。哎，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俩是在台湾见过面，是不是？见过，台北见过。那你俩吃什么东西？我突然想起来，茶叔是吃素食的，那好像听笨叔说 Daniel 也吃素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就2个吃肉的，2个吃素的。对，但是丹佑之前是吃荤的。Daniel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吃素了吗？没有吧，对，我们见面就吃素，已经开始吃素了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所以不是茶叔给，不是茶叔影响，我没有强迫他。那 Daniel，你本来是个吃肉的嘛？那怎么变化？怎么变成吃素的？你这个过程是？还有好像素食主义者又有好多分类，我想知道你们2个是这俩还区别吗？我们素，因为我们吃荤的都不太明白，不懂，像我这就是全新的领域。你们就只吃肉而已。
对，其实我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吃素的原因是跟学中文有关的。其实我其实我如果没有学中文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变吃素的。是中国8大菜系那么多好吃对的，啊，你来为什了中国之么后决定我吃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是因好奇为如果你们有听过，就是我跟 Tom 有做过一集播客，我们跟他一个好朋友，他是吃素的，然后我们就谈到吃素，然后就是录了这个播客之后，我决定就马吃素上改变，马为上就是因为什么听了就马上改他变。说的吃，他分享了什么？他怎么给你洗对脑的？我好奇对，洗脑。他说哪些观点打其实动了你，让你去改对变？对，其实他说了一句让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我之前都一直有一个可能不是排斥吃素，因为我弟他是小我一岁，啊，这然后小一岁，然后他也是吃素，他吃了8年素，然后我一直都有一点就是赞成不想要可能是怎么说，like sibling rivalry，就是我跟他是兄弟，所以有一点竞争，就是不想要跟他一样，所以我就有一点兄弟之间的竞争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有一点排斥，所以我就有一点对吃素有点反感，所以我一直都有这种心态，然后你做什么我就就跟做相反不一样的，对，对，就是这种心态。然后但是我做了这个播客，就跟 Tom 的朋友讲话，然后他说了一句就打动了我，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把动物我们的价值是相等的，为什么我们要看他们是人肉，类他们是一样的？只是我们的食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不应该这所以样觉得。我就问他，人不是比动物重要吗？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就说，你是对的，你就是人，你可以这样想，就是如果你要救你的家人或者救动物，你一定会救你的家人吧？对啊，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，你可以选择是你可以救你家人，救家人，救动物，还是两个都救，然后你会救哪一个？所以他就说，其实问题不是，他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非此即彼，要么救家人，要么救动物，而是其实你都可以救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你还是可以觉得，就是人是比较重要的，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要改变你的观念，就是你的观念里面已经固定的觉得不是人别无选择的啦，并不是好像遇到一个你非得选择的情况，就是说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就是像以前一样，就是我们就是需要生存就非得吃肉，才吃肉，对，古时候的人非得吃肉，因为他们获取食物的来源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现在大家都过着富足的生活，所以你是可以选择的，可以选择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选择。对，所以就让我就是比较打动了我，就是让我一直想，然后就觉得，然后我就后来就做了更多研究，就是看就是对健康的影响。对，你是医生嘛，你一定要做研究的，对，然后就比较见识，就是比较了解到畜牧业的产业，然后那么环境那么残酷，温室效应、环境污染之类的，对，因为对我还好奇，茶叔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吃素的？我吃素的角度是因为我最早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妈开始吃素了。他们开始吃素了。因为他们煮什么我就吃什么嘛。只能吃。他们吃素了就煮素的，那我就跟着吃素。那我对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，我不是那种无肉不欢的人，我不像Ben叔一样嘛。
我也所以必须吃肉，我也必须对吃肉。那基本上只要有得嗯吃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后来嗯慢慢吃素吃久了，然后看嗯到一些杀动物的画面，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啊残忍。嗯，对，那倒也还有是。另外，我慢慢觉得吃素是一种对自我欲嗯望的控制，就是口欲是个无底洞，因为嗯人其实你们想想看嘛，吃东西对不对？嗯吃到这里就没有味道了，只有在这里的时候有味道，到这里嗯就没有味道了。所以人只不过是为了这一小段的味觉享受而去杀了这么多动物。那到这里不管是什么，它都变养分了嘛，这里以后都是养分了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吃素是一个控制欲望最好的方式。如果你连口腹之欲都可以控制的话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控制的？所以我觉得吃素会慢慢让你能够更控制自己的个性，控制自己的想法，让你变成更自律、更有控制力的人。这是我后来对吃素的体悟，所以我觉得吃素也是有它的好处在。而且我也蛮认同 Daniel，你现在这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吃素会营养不足或营养失衡的状况，因为现在的食物来源太多了，根本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对啊，不会有吗？就是不吃肉，有些肉类的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啊什么的，其实不会，其实不个会吗？因为你没有豆类其实类啊，豆类就很多蛋类啊蛋白质了。那鸡蛋也不能对，其实吃是吗？看这我 Daniel 来介绍一下吃素来的专家种类啊，给我专家。们介绍一下，对，其实对吃素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就是我的是 vegan，就是不知道全中文是什么意全素，素对， ，vegan 是哦全素就是比什么意思呢？较全素，就是不会，就是不吃蛋奶，蛋奶。蛋奶都不吃，哦，蛋牛奶对牛奶也不喝连牛奶所以都不 Daniel 喝，你连蛋也不能，蛋制品、蛋、牛奶、奶制品对我都都不能吃。不吃，啊，对，蛋糕之类什么都其实就一不吃。点那动物制品都不吃，对吗？跟动物有关的都不要。对对，因为其实蛋奶，嗯如果你了解就嗯是畜牧业，就是蛋奶其实跟嗯就是牛肉这些猪肉嗯都还要嗯残酷，就是可以所以你不喝了解一下。奶茶，对吗？没有奶茶啊，对，不会喝不会喝奶茶，奶茶。对。Daniel 你是很严格的嗯管控这些，还是不小嗯心误吃了也没关系？你是哪一种？如果真的不小嗯心误吃，就就没办法吧，没关系，就已经对，那吃了，就都没办法，这个吃了呀。没办法。对嗯对，但是我会比较严格嗯的，就是不想要支持那所以你那去每一个饭店，哎你都会说服务员这里边有，你会告诉他我是 vegan，还是说你会说我不要这个和那个？我会告嗯诉他，如果他不知道全素是什嗯么或者 vegan 是什么，我就嗯说就是有没有肉或者有没有蛋奶，嗯，就问他，因为我觉得在大就会陆回去。应该会很难吧，或者在台湾的话，你怎么台湾很容易，台湾非常是台湾吗？很容易，台湾很其实台湾哦很是吗？容易，对，台湾非在常容易。哦台湾怎么说呀？跟服务员就说我是不会，全素，我们在台湾都会标示嗯，就是有写蛋奶素或者是全嗯，素，我们都会标哦，示，对这我们的明显的食物都会标示。哦对，因对，为哦，有很容易，意思，台湾吃素的人口有1/10，所这么以多啊？我们非嗯多这种，我们嗯非常注重素食这种，非常尊哦，重就对了。所以面嗯包或饼嗯干上面都会标注蛋奶素或全嗯，素，蛋糕也会标示。对哦对，哦，蛋糕不是需要对对，鸡蛋的吗？没有蛋糕有全素的哦，它好像会用不同的嗯东西做。啊，那倒也对是，现在连那个有有肉都有素肉，嗯什么都可以做。对对，对啊，那 Daniel 泰国吃素容易吗？没有比台湾容易，我觉得台湾真的嗯台湾是可能世最容易的，界上对，少数最容易，嗯，对非常专，是吗？对啊，非常因为容易。我想象不到，因为我去我大陆的饭店，我都对啊，觉得在大陆无法感觉没有任何印象说有什么全素，素啊什么的。你像我出门就嗯很多素食的餐厅或素食的嗯哦，那说对，明需求确实大，火锅人有那么店或什么的，对，都有，嗯，对，每一个街头都都有有都有。素食店，对，对对对哦， ，OK，好，那Daniel吃素吃的真的蛮彻底的，因为我告诉2位大叔，因为人类这一段口腹的欲望，每天要杀4亿条生命，嗯，嗯每天哦，全球嗯为了这一段欲望，每天要杀4亿条生命。那这4亿条生命就不用说他们造成的，比如说空气污染或温室效应的，有的没有的，那个还不考虑，光生命就是4亿条，每天。
所以很可怕。嗯，当然这是我们素食者的一些概念会这样想啊，有时候想到会觉得有点惊悚啊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回到 Daniel，那你多介绍一些但是素食的。植物还是吃的吧，蔬菜这些也吃。对啊，蔬菜要吃啊，对，不然我们要吃什么什么？素食就是这些吗？素食就是吃菜啊。你难道以为吃竹子吗？蔬菜也有生命啊！当然，现在我觉得昆虫，我觉得现在有人会昆虫都说，做成那个对，有蛋人会白质棒。说你们吃素的就是满口仁义道德，菜植物也是生命，你也有为什么就生命吃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但我们会觉得植物有再生性嘛。另外就是说植物毕竟它不像动物是活生生会到处跑的嘛。然后另外人毕竟还是要吃东西嘛，我不能吃空气就过活嘛。对，然后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能这样想的原因是在动物界里面，你们可能会觉得但老虎狮子吃肉啊，他们十恶不赦吗？但是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人类有几十亿的人口啊，而这些动物界里面，狮子老虎是属于尖端的食物链，高阶的食物链，它们的数目是最少的，所以它们能够消耗掉多少肉的来源不会很多。但是人类有10几亿耶，每个人都要摄取肉的话，那个不是狮子老虎那种等级的，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消耗。对啊。现在不是流行这个什么吃昆虫的这种？对，有人说昆虫，对，单有这个会考虑吃吗？不说昆虫是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有能量棒什么的。我没有这个欲望吧，就是现在吃植物，这个跟吃素没关系。所以Daniel，你吃素的目的其实是算是不是因为算尊重生命的一个概念呢？对，就是尊重生命道德上的考量。道德上的一个考量，因为有人是宗教的因素嘛，有人是道德考量都不一定。Daniel 是因为尊重生命的因素。那 Daniel，你介绍一下素食的种类有哪些好了？有全素，有就是 vegetarian，就是一般的，对，蛋奶素。像我就 vegetarian，我算是蛋奶。对 ，vegan 有 vegetarian vegan 是全素。五星素，五星就是有些就是有一些刺激的蔬菜或香料是不能吃的，这是五星素。对，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吗？宗教的关系比较多，比如说有些人觉得那个韭菜不能吃，因为韭菜是搭配酒的，喝酒的，你吃了韭菜就会有喝酒的欲望，或者是有一些腥味、辣味会让你引起很大的食欲。韭菜不是做饺子的吗？对，所以就是五星素的原因是因为尽量不要刺激自己的味觉对，所以大部分是宗教的原因，五星素。对，五星就是像辣椒那些有的没有的啦，韭菜、辣椒那些东西。五星是哪2个字？五辛就是辛辣的辛。五星就是5种辛辣的香料或辛辣的食物。对，所以感觉这个素食很多时候有这个修身养性的这么个作用，像茶叔说的这个克制欲望，对啊，等等。其实我们就是吃斋嘛，吃斋最后的境界是心斋，对，你的心也要吃斋，对。那素食主义者对肉食主义者的态度是什么？你们会不会有使命感？就是说我应该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。要传教。Daniel，你有没有这个好问题？Daniel 来，你分享。对，其实我一直因为我吃素吃了大概一年多吧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说太多，就是传道，因为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我慢慢累积就是知识，就慢慢想要就是可以就是表达一下，就是跟他人、跟朋友、家人可以分享一下。但是我没有开始想要就是传道或者做传道或者之类的，但是如果可以分享知识，然后给他人给其他人自己做决定，我觉得就很好的。像我跟灿叔，如果我们不去问，不深入了解，我们自己平时也不会注重去看一些这样的信息，所以你要怎么影响我们？Daniel 对Ben叔这个问题很好。Daniel，你今天到了大陆，你跟Ben叔还有灿叔在吃饭，你发现他们那个大鱼大肉，
然后没有啦，肯定是我们发现Daniel说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我说然后啊，对啊，Daniel 你吃嗯素啊，然后在那边咬鸡腿，然后我们为什么 Daniel 吃得这么粗俗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还是你会去劝说他们？还是你马上或者你怎么影响，你怎么包包拿出一样？堆书，你看怎么吃荤的缺点怎么，你会怎么做？其实我目前的我不会那么劝他们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在台湾很多朋友都不吃素，我还是跟他们吃饭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劝，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，所以对，所以我不会说太多，我可能就会说我吃素，然后如果他想要更了解，会问你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对，我可以跟他们解释。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要改变朋友跟家人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有这种关系就比较难改变。就是像我跟我弟一样，就是有一点竞争的态度，所以就是有这种关系，我觉得会比较难影响。我很好奇，你说到你弟弟，那你从小到大和你弟弟关系怎么样？感情怎么样？你们两个？因为只差1岁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吃素之后，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？对，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有共同话题，所以对，我跟他的关系，我们小时候是很好的，但是后来我们就可能有一点很长就是吵架打架，所以我们这关系就有一点。怎么说就是变差吧，就是没有那么亲这种感觉，没有那么亲，对对。但是后来最近就慢慢比较亲一点，就是比较我们会比较常讲话，对，比较好一点。你弟弟的个性跟你很像吗？还是完全不同的人？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内向，但是他比我内向，所以他比你还内向，他比我还内向。你们差几岁啊？你们他差1岁，刚才说了1岁啊，差1岁，对。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好奇，因为 Daniel 他是一个华人家庭出来的孩子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家庭，大多数比如在美国、加拿大都会培养，要么当律师、医生，还有这种计算机类型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小到大，也就是父母对你的期待肯定也比较多、比较高嘛。华人社会好像都是这样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对对，一定有。我觉得华人社会，对，一定有这个期待。而且我觉得在加拿大、在美国的华人，都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过来，是因为想要提高他们的生活，更好的生活，对，更好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本来比较穷，或者他们在可能没有很多钱，所以就是他们肯定是期待他们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生活，对，所以他们对我有这种期待，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很严格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当医生或者一定要当律师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点，我不是就是一定是这样，很多特别是中国孩子，父母期待他一路这样从学习一路往前走，找到一个比较他们认为合适的职业之后，但是到某一天他们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就会想着往另外一条路走。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点点这种，因为你之前当医生可能很好，但是你又学中文，这有没有关系？而且还是说，因为只是说你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更喜欢中文而已，所以你找到另外一条路。没有，其实我学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我对医学没有那么感兴趣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我知道我对学习比较擅长，就是我比较会学习，就是比较我的分数都比较好，所以我能学，所以我就继续下去。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考虑要不要就是drop out，就是怎么说退学，对，退学，对，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学了很久，已经
所以不想要就是浪费我以嗯前学了那么多，是付出了那么多，所以我就继续下去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想着可以透过医学谋生，然后谋生，哦，赚钱，通过医学可以摸，然后对对，就也可以做其他事情，就是嗯，对，那时候都有这个想法。我觉得这也是挺理性然后你的想法，做到了，对很好。对啊，是对啊，我觉得这个，所以 Daniel，你以后后续会不会希望说，中文这条路你真的可以做到谋生的水平了，水准了，然后你就不再当家庭医师了，会有这样的想法吗？再看吧，我不一定，就是我尽量吧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很好啊。但是对，说明你还是有期望，就是有希望对啊这样这个事情能实现，在内心深处还在希望。对对对，对，但是其实我做，因为我现在做医生是做这种线上看诊，线上的，然后就是我是不是全职的，是part time，所以是兼职的，对，兼职压力也不大，对，压力也小，对，压力也不大，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有一点接触到病人，这个经验也不错，就是每天可以接触到病人，然后感觉可以稍微可以做一点贡献，就是帮他们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这个教中文的这一块可以发展之后，我可能还是会做一点点的，就是继续做一点点的这医生的工作。哦，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也就像那个吃素一样，不是非此即彼，其实可以兼得，这可以就两个可以一起做，不一定我只能教中文，我就不能做，其实都可以保留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我觉得自由一点，弹性一点吧。所以我们3个人遇到哪方面的疾病可以问一下，是不是可以线上？你问他是选哪方面的？线上就诊。家庭医师有分不同的外科、内科啊，或者什么还是精神科有吗？有这样分，还是都可以看？全科吗？都可以。所以你都可以看哦。对，但是可能没有比他们的专业，就是他们他们肯定比较专业，但是我们就全面的，就比较全面，全面提供建议。比如说我可以说 ，Daniel，我最近失眠了，然后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都睡不着？然后半夜会起来想尿尿，奇怪了。那么尿憋醒了吗？不是？怎么Daniel有给茶叔什么建议？所以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状况。对，Daniel会告诉你是年龄到了，会这样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，因为你像茶叔。当然有教中文，然后有上直播课，但其实收入也不够，所以我自己另外也要接这个英文的家教，不然说实话收入也不够。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一定只能这样，你就可能有时候为了生活，你都必须接受。可能我没有那么爱教英文，我很喜欢教中文，但是你为了生活，那这个东西你还是可以接受的，那你就都一起做嘛。对，而且人生很多时候确实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就是你边走边看嘛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。然后Daniel 这样吃素，我也觉得也蛮好的。你像我吃素10几年了，我都已经很习惯了。那你们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？或者就是精神上的半夜变化？喜欢起来尿尿，这是上年纪了，这跟吃素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 Daniel 你可以 Daniel 分享一下吃素前后身体跟心理的变化是什么？因为 Daniel 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推广一下素食的观念，没有强迫，但是可以分享吃素之后的好处或坏处都可以，对，或改变，对。我觉得没有，就是生理上没有很大的很明显的改变，但是可能饭后的没有这种。就是这种困的感觉，这种就是有时候饭后比较不会犯困，OK，对，而且就是可能大便比较顺畅吧，就是大便比较顺畅，不会便秘，就这样吧，就是没有
没有很明显没有特别的改变。明显的改因为变。我们很多人说，像特别老人家嗯说、吃素不行啦，你要吃肉，蛋白质不够，营养不够。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家会这样的想法。那其实 Daniel 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也不会了，改变没也有很不会，大。对，对，其实其实我植物都有很多蛋白对质。蛋白质，你看牛，他们都吃对植物，吃草他们也啊壮。对啊，还不是那么壮吗？对不对？你像有我道理哈。有道理。你像我吃素10几年嗯了，就是也觉得身体没有什么，没有嗯说好像缺乏什么，也不会。嗯那脑袋也是很清楚，没有老人痴呆什么的，所以其实吃素基本上，我觉得人还是要快乐啦。比如说你吃素，你让你觉得不快乐，然后每天想着我营养不够，那当然你的心理状态就不健康嘛。所以你吃素最好就是你自己真的你了解了吃素的好处，你也愿意，你在接受。像我也跟我的身边的朋友，如果他们是吃荤的，我也不会刻意去说服他们。我就说，如果你喜欢你才吃，你不喜欢也不要强迫自己，因为吃素本来就是心甘情愿，你快乐的吃素，愿意接受它，那么你才是个快乐的素食者，不是一个强迫自己的素食者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像我是不会强迫身边的人说你可以跟我去吃素怎么样？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啦。我只会告诉他们说，吃素之后真的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欲望。对对，哎，比如我好查说你奇一点啊，放弃了什么欲望？对，不是。哎，假如说这种就是因很多吃素的人，你不是是不婚主义者的话，假如你是婚姻主义者，你是要结婚的人，你找了个老婆，她是不吃素的，你们俩又要在一起吃饭，那这种状态下，因为怎么能实现呢？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对这个单友，你跟你的中国朋友，你们一起点菜，如果他们吃肉的话，你要单点吗？那他们又想尝一口你的菜，他们我的筷觉得在外面子伸过还好呀，要是来可以吗？在家里菜是一起做的，那是怎么吃？菜还好，对啊，盘子、筷子因为都咱们的不能粘文化不都在一块。是大家一起分享吗？对啊，对呀，对呀。对，那其实 Daniel，你如果朋友是吃荤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很麻烦？介意，会不会？其实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，但是如果遇到的话，我其实我不会太介意，因为那他们吃肉的筷子说，哎，担忧这个好好吃哦，可以尝一口吗？对啊，比如你会说说什么？可能他这个筷子夹过肉了，他用这个筷子再夹另外一个菜给你，哎呀，吃，那可以吗？那可能不会吃吧，就是跟他说，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筷子吗？而且你这样很脏哎，口水都到我嘴巴。那可是有人很热情啊，特别是长辈来吃菜。但如果像刚刚阐述的问题，如果你的女朋友是吃荤，那怎么办？你会迁就谁？你会迁就谁？还是你不会找一个吃荤的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的女朋友就要吃素，所以你现在没有这个烦恼，也吃素，这是你的标没有烦恼准吗？这个志趣相投最重要。那就得找一个，是我们因为女朋友可能是一时的，对吧？未来这个吃素是一个标准。什么话？开玩笑。对了，我觉得灿叔你问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找老婆或女朋友还是会找吃素的。那倒也是。那茶叔你会在意吗？我会在意啊，因为实际上生活就是很不方便。对呀，很不方便。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或老婆吃荤，基本上你们的碗都不能共用。对。然后有的人比较有洁癖的，你甚至不敢跟他接吻，因为你觉得他的嘴巴吃过肉嘛，嘴里都是。哦，那我是没有这种洁癖，牙齿里都有肉。对，就那个肉渣有没有？你就会把它吸出来，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破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还是会，我没有那种洁癖，但是我觉得偶尔有时候你会想到，那生活也会有很多不方便，碗不能共用，筷子不能共用，那久而久之一定会影响彼此的感情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再延续一下，要是比如两个都吃素的，他们在家里肯定吃素，那生下孩子，那孩子也不能吃肉了，从小就要吃素啊。这个我们叫胎里素啊，胎里素。那孩子从小都没有尝过肉味儿，所以很多爷爷奶奶就会抱怨，
你这小孩没有吃肉，怎么会有营养呢？那反正不管，因为这个就是像我有很多吃素的朋友，他们小孩全部吃素，连宠物都吃素，那个饲料都要订素的，所以他们的猫猫狗狗吃的饲料就是素的饲料，然后小孩从小就吃素，然后这个叫胎里素，然后他们说胎里素的小孩特别聪明，特别有智慧，对，然后这个这个小孩是不能吃荤的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对，好，来就是查出就是请就是问，如果吃素的话，就是如果怀孕的话吃素，在台湾在中国文化里就是有这个坐月子的文化，坐月子，坐月子，所以坐月子，然后他们可能会不是有习惯，就是要吃这种什么鸡鲈鱼汤或者啊，月子餐，对，就就是很多鸡汤呀什么的，对，鸡对，汤。那怎么办？如果吃素的，大陆我不晓得，台湾有素食坐月子的真的地，OK，方，所以是专门的，就是只要你要求，他会专门做素的坐月子的餐，月子餐是素的。所以在台湾其实完全没有问题，台湾这个听起来台湾是素食主义者做的这个天堂啊，对吧？对，感我们觉做的这边配套的都像我很完善。们这边小孩生出来1个月之后叫满月嘛，我们还有素食，一般来讲在台湾满月要吃红蛋跟油饭，我们也有专门做素的。然后婚礼的时候也有喜饼是素的喜饼。然后有人要求的婚宴是全部都要素的。因为他们就标榜说，我的婚礼不会杀害任何一个生命。那你宾客，你不想吃素，你就不要来。你要愿意吃素的，对，甭来。你要吃素的才来。反正我就是说，我整场婚礼提供的餐食都是素的，不杀害任何一个生命的一个婚礼。对，我有参加过非常多这种婚礼。对，所以还是得就是不是一种人不进一家门是吗？你就是2个人起码都是吃素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对，还是要这个习惯上还是必须要个理念要相合啦。不然生活真的遇到，比如说像你说，如果一个吃素一个吃荤，生小孩怎么办？2个人吵翻天嘛。对。还有就是我想说，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之前采访丹佑，然后感觉他好像是一直在追求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体验，但是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漂泊不定的状态。但整体来看，这个丹佑他换地方的这个整个的旅程，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稳定的状态。然后我觉得丹佑的那个 speaking course，他也是把这些他不同的经验和他看别人的经验的一个总结，所以我觉得会很有意思，从他的角度来看学习中文的方法。想不到今天你升华了。所以今天我要把丹佑拉出来一下，帮他推一下。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他都藏着掖着，应该拿出来。丹佑比较低调一点，所以如果各位同学通过大叔中文的频道想要了解 speaking course，speaking 也是你的一个弱点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跟丹佑联系一下，了解一下他的 speaking course 可不可以加强你的口语能力啊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丹佑同学，下次有机会再多邀请你。也很开心丹佑分享了吃素的体验，所以不错大家试试看吧啊。好，谢谢大叔们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再见，再见，下周谢谢丹佑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